Hello，大家周末好啊！我是阿勾力啊，不知道你们的策略库中关于时间的相关策略多不多啊？我之前频道也分享过一些，这个主要逻辑是根据时间概念的这个交易策略啊。那么这种交易策略啊，首先特征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好执行啊。另外就是通常来说，这种策略啊，这种类型的，它的这个穿透性啊都会高一些啊。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相关性程度比较高的交易品种啊，基本上来说就是要么就都有效啊，要么就是都没有效啊。那么今天呢，我还是来验证一个类似的这个交易策略。我这里也给一些这个可能还不太熟悉我的听众啊介绍一下啊。我主要是从这个网络啊、书籍啊，就是通过这种视频啊或者文字的形式去寻找各种交易策略啊，然后把他们的逻辑啊写进代码中啊，在足够长的这个历史数据中去回测啊，找出那些有效的策略啊。那么这个有效它不单单是指说整个策略能不能盈利啊，也有可能是指的这个策略中的进场逻辑，或者说它的出场逻辑，它的止盈止损，或者说它的滤网啊，只要是我感觉有一定优势的话，那么我都会把它提取出来啊，就是纳为自己后面的这个开发逻辑使用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的这个增加一些开发的组件。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策略也是同样的啊，非常的简单啊，它是这位老哥分享的啊，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他这个视频中详细看一下啊。他这个视频比较长啊，总共有18分钟啊，说了很多啊。其实呢，就是他通过自己的这个数据统计啊，发现了一个存在于纳斯达克指数上的一个具有优势的这个交易逻辑啊。然后呢，我把他所讲的这套逻辑啊，在 MT5 上做了相应的这个 EA 的回测啊。基本上我回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和他视频所呈现的这个结果啊，基本上大致是一致。他这个视频是发表在这个23年的年末，23年的10月份啊。那么到今天的话，差不多也就是新增了1年的未来的数据啊。所以我回测下来发现啊，它就是首先它在23年10月份之前肯定是盈利的啊。然后我回测23年10月份之后，包括之前，也就是新增的24年的这一段时间，囊括进去，它同样也是具备盈利的能力的啊。也就是说，它在23年10月份公布的这个策略的优势啊，即便是现在也还是存在的啊。为什么存在呢？因为这套逻辑真的很简单啊，越简单的逻辑，它未来它的时效性会更加长一些。其实不仅是在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上啊，它在这个标普500啊，还有道琼也都还有效啊，只不过是在纳斯达克上的表现是最好的啊。好，下面我们在盘面上来看一下它这个逻辑啊，我只要一演示，我一说的话，大家一下就能够明白啊，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盘面非常的简单清晰啊，就没有使用任何的指标，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止盈和止损啊，它只有一个进场条件，还有一个出场条件啊，仅此而已啊，其余的复杂的逻辑它是一点都没有啊。进场呢就是在每周一的4点钟进场啊，出场的时间就是在每周三的14点钟出场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啊？其实它和我们之前就分享过的一个策略是非常相似的啊，只不过这次的话，增加了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段啊，因为原作者他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就是4点钟到14点钟啊，这段时间的这个盈利效果是最好的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策略啊，那么我回测下来，就是原作者说啊，它不太适合在每年的5月份进行交易啊。但是我回测下来，首先确实5月份的盈利能力不太行啊。但是如果硬要我剔除1个月份的话，我回测的结果是要剔除9月份啊。不过这个条件它在某些同学看来可能有点这个 overfitting 啊，这个就无所谓啊，因为即便是你不增加任何月份的这个过滤的话，它
这个资金曲线也还是可以的啊。那么原作者他在他这个原视频中还介绍了一个过滤器啊，进场的过滤器啊，就是使用日线上的这个 RSI 来进行过滤啊。他应该说的是5日的 RSI 过滤掉 RSI level 在35以下的啊。我具体的我也去测试了一下啊，确实啊，加上这个过滤器之后啊，我们的回撤会变小，盈利会变大啊。这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法忽视的，就是我增加了这个过滤器之后，交易笔数降低了有90%啊，所以这个就看每个人的想法啊。我个人是觉得这种过滤器的话，我应该是不会加的啊。好，那么策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啊。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策略先跑完啊，看一下它从18年至今的一个盈利的效果啊，18年、24年 ，OK， 原作者他的回测周期是从这个09年一直到23年末啊，14年的时间啊，我这里的话，因为是使用的是 MT 平台它所自带的这个数据啊，所以我只有从18年开始的这个数据啊，如果你们数据比较全的话，你可以在自己平台上测试一下啊。好，回撤完了啊，整体的这个资金曲线还可以啊，只不过18年到19年的这一段时间啊，它处于一个这个策略的一个停止期啊，然后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比较一下这个策略的表现和我们直接这个 buy and hold，持有这个标的的绩效表现有多大的区别啊？我们直接 buy and hold 的话，它是增加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十字线啊，增加了是大概228%啊。那么就是在同样的回撤，是38%啊，40%差不多啊。在同样的回撤的条件下，我们的这个盈利能力啊，是要比这个 buy and hold 啊。是要更加突出的啊，也就是它这套逻辑啊，确实具备一定的这个概率优势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接受更大的回撤啊，那么你可以增加仓位啊。好，这是在纳斯达克指数上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再测一下这个，标普啊，标普500指数。好，这是标普500的啊，资金曲线来说都差不多啊，毕竟是这个相关性程度比较高的这个交易品种啊。那么最后的这个道琼指数，我这里就不浪费时间去测试了啊，因为它的效果啊，它最终呈现出的效果，在这美国的这3大指数中属于最次的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进行测试吧，我这里就不浪费时间了啊。好，那么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给我点赞、评论、加关注啊！我这里感谢，非常感谢啊！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